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借条上千万不能写这3个字，不然就是废纸一张，谁也帮不上你。人在这世上，谁也可能遇上急事，相互之间周转借点钱，再日常不过了。但合格的借条是怎么样的呢？别稀里糊涂以为别人打了借条，到头来成了废纸一张，相互扯皮，撕破脸不说，还丢了钱。借条本质上算是一种法律文书，虽然不是在法律监督下签的字，按的手印，但也能证明2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。但借条有效的前提是格式规范，内容明确。借条上千万不能出现这3个字，否则废纸一张。快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。1. 借条与欠条的法律区别。借条与欠条虽然只有1字之差，但在法律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。为了更清晰地理解2者之间的差异，首先我们要明确借条与欠条的具体定义。借条是指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书面凭证，上面通常会详细记录借款的金额、利息、还款日期等关键信息，而欠条则是债务人对债权人的一种债务承诺，它可能不包含借款的具体条件，有时只是简单的确认欠款事实。在法律效力上，借条与欠条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诉讼时效上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如果借条或欠条上没有明确写明还款时间，那么借条的诉讼有效期可以达到20年。这意味着，如果借款人未能按时偿还债务，出借人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都有权利通过法律途径追讨债务。相比之下，欠条的诉讼有效期则大大缩短，仅为3年。一旦超过这个期限，如果债务人赖账不还，那么债权人手中的欠条就可能失去法律效力，就算打官司，也很难把钱要回来。很多人不注意这一点，而导致自己的借款无法在欠条时效期满后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。比如2019年，吴先生向李先生借贷8万元，双方只签订了一份欠条。3年后，李先生不再还钱，吴先生将其告上法院，但由于超过了欠条的诉讼时效期，法院驳回了吴先生的诉讼请求。这就是因为欠条的时效期仅为3年导致的结果。2. 经借与经借道的微妙差异。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经借与经借道这2个词是一个意思，虽然只有一个道字的差距，但这却给了债务人赖账的机会。比如借条上写的是经借张三3万元，这仅仅是表达了借款的意向或计划，而非实际收到款项的证据。一些债务人可能会以此为借口，在法院上辩解称自己只是表达了借钱的意愿，但并没有真正收到钱。此时如果债权人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来反驳，恐怕只能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但如果写成经借到张三3万元，或者再添加已收到张三3万元款项，这就明确地表示了款项已经交付，为双方的法律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，避免了潜在的纠纷和误解。所以大家在写欠条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这2个字，以免对方在字词上投机取巧。
3. 还字的多重含义。我们还需要注意还这个字的用法。这个字是一个多音字，它的读音和含义都会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改变。例如，如果在借条中出现今还欠款20万元的字样，就很容易产生2种不同的解读。一种是债务人已经归还了20万元的债务，今还欠款20万元；另一种是债务人目前尚欠20万元的债务，今还欠款20万元。这种模糊不清的表述，在法庭上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。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，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或解释上的困难，而不得不做出不利于债权人的裁决。因此，在不能一次性还清债务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避免使用今还欠款这样的表述，而应该写成今已归还欠款。4. 借条书写的其他注意事项。在处理借贷关系时，通常我们会选择借给那些较为熟悉的人，比如朋友、亲戚或者同事。很多朋友平时交往时都是叫对方小名或者外号。我们在写借条的时候，千万就不能写对方小名了，而是要选择债务人的全名和身份证号码，与官方记录保持一致。其次，借款金额不能只写阿拉伯数字，那样容易篡改，而是在小写数字后面再清晰地书写相应的大写金额。在书写日期时，应注明年月日，因为每年月份都是相同的。还要把双方商定的利息写进借条中，以避免到还款时债务人赖账。最后务必保留好借条的原件，并妥善保管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在借出资金时，我们必须保持谨慎。现在有些人不喜欢还钱，如果我们不能确保对方能够按时还款，最好直接拒绝借款，以避免资金受损。借条和欠条是重要的借贷凭证，在填写借条和欠条时，要注意上几点，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